嬛嬛避頭這場戲是她全劇第3次利用純元，而且用的比宜修還要好。若是今日纯元皇后還在，後宮更會氣象一新。宜修如何能與純元相提並論？永壽宮內，窗外豔陽高照，暗示劇中時間皇上快下早朝了。熹妃卻故意沒有梳妝，散着頭髮開始了她的表演。果然，老登一進門就被這款純元限定皮膚給拿捏了。小轩窗正梳妝，原來是這樣安靜融洽的光景。這可是蘇軾悼念亡妻的詞，老登想起純元了。接下來，熹妃忽悠老登這段和以往每次的御前答辯一樣精彩，甚至連肢體語言都是精心設計的。嬛嬛全程一句求情的話沒說，卻讓老登上趕着放了人，還順手把皇後的大權給忽悠沒了。皇上進門前，甄嬛這邊其實是開盲盒，劇中借浣碧的擔憂來暗示我們：小主放心得過端妃嗎？熹妃現在並不知道端妃昨晚的說服效果怎麼樣，也就不知道皇上現在到底是什麼態度。而皇上那邊呢，看過我上期視頻的小伙伴都知道，他其實已經被端妃說動了。從最開始偏向皇後的嚴懲，變成了顧忌有孕的嬪妃，不願意喊打喊殺，大約都是見不得殺生之事的。既然小崔和小蘇的命保住了，那麼現在的問題就變成了到底應該怎麼罰。皇上下朝先來到永壽宮，就是想要試探一下熹妃對這件事情的態度。有了這個基礎，我們再來看兩個人的博弈。皇上進門親手扶起了嬛嬛，這就是示好的肢體語言。不信大家看剛出事那會兒，皇上可沒扶他。熹妃起身的時候還仔細觀察了皇上的表情，她心裡立刻就明白了，昨晚端妃的話起了作用，計劃可以順利實施了。但是呢，她還得假裝不知道。皇上怎麼这個時候過來，倒嚇了人家一跳。意思是我可沒有準備哦，並不知道你過來是幹啥的。皇上城府這麼深，肯定不會上來就先試探，所以他選擇先聊閒篇兒。怎麼這個時候避頭髮？避頭可是今天的王炸，要留到最後再用。所以嬛嬛也不回答，而是把話題引向了一個安全且能夠討好皇上的方向，就是讓他談論自己。皇上剛才進來的時候好像還挺高興，有什麼喜事兒說出來讓咱們一起樂一樂。看似平平無奇的唠家常，其實高手之間的拉扯已經開始了，誰先露底牌，誰就失了先機。果然，老登被帶跑偏了，開始炫耀前朝的丰功偉績。改革春風吹滿地，中國人民真爭氣，齊心合力跨世紀，一場大水沒咋地。謝謝。不過皇上也不是吃素的，暖場廢話講完，他開始進入試探階段。昨夜又去看了端妃，端妃平時沉默寡言，偶爾說起幾句倒是很入情入理。甄嬛立刻擺出一副跟端妃不熟的架勢。端妃是咱們廠最資深的員工了，見識深遠那是肯定的。然後就是一頓彩虹屁，把前朝穩固、百姓安居樂業都歸功於皇上素來寬仁待下的管理風格。注意啊，寬仁這個詞是甄嬛給皇后挖的第一個坑，她偷偷在皇上心裡植入了一個完美的道德標杆，然後她略顯生硬的把話題扯到了目標人物純元的身上。臣妾眼見前朝穩固，遙想當年一把手是纯元皇後的日子，王府上下一團和氣。若是今日纯元皇后還在，後宮更會氣象一新。老登一下被擊中命門。你聽過純元皇後的事？兩個人現在80%都想起了純元顧衣和婉婉泪清的場景。究竟是錯疯了！當年甄嬛還只是個小小的纯元手办，被皇后用纯元牌打得毫無招架之力。但現在3.0版本的甄嬛反過來成了纯元運營官，不僅接管了這個超級 IP， 甚至連周邊的解釋權一起搶了過來。皇上問小纯元居然聽說過大纯元的事兒，嬛嬛就順勢引出槿汐。是啊，槿汐进場早，當年她可是纯元皇後的忠實粉絲，她老是給我講纯元皇后人美心善，是個連螞蟻都不忍心踩死的小仙女。哎，你猜如果換成是她，會怎麼處理槿汐和蘇培盛的事兒呢？皇上大驚，什麼？原來槿汐也是纯元周邊，還是隱藏款，那必然是不能死的。於是他的審判標準立馬從冷冰冰的宮規切換成了白月光的風格。若纯元還在，嬛嬛趁熱打鐵，宜修是纯元的親妹妹，那脾氣秉性肯定也是一脈相承啊。皇后娘娘也就是嘴上说说要严懲，不會真的要了他們的小命吧？不會吧？
不會吧？何況皇上您一直在前朝這麼寬仁，皇后肯定不會跟您唱反調，更不會跟她的親姐姐純元唱反調，對吧？這個表演一粉頂十黑，皇上一琢磨，心裡冒出2個大字兒：呵呵。一休如何能與純元相提並論？嬛嬛虽然表情管理做得很好，但這裡顯然是有點震驚到了，半天說不出話。雖然是他想要的結果，但也沒有想到老登居然如此絕情，心裡對他涼薄的認知更進一步。皇上現在對皇後那是一肚子不滿意，直接把他私底下提醒自己留一粒帽子的悄悄話都给抖露出来了。宮中卻紛傳你腹中之子並非朕的孩子，竟然連皇後也要朕留心，還責怪他不顧大局，宮裡2位嬪妃都有孕，也不知道顧忌，還成天喊打喊殺的。哪裡能見得這樣生死打殺的東西？至此，甄嬛成功把依法辦事的皇后打成了不夠仁慈的管理者。底打得差不多了，接下来嬛嬛摸摸頭，示意浣碧可以上场了。浣碧不問自答，解釋起了甄嬛避頭的原因。槿汐出事以後，你的小純元身體狀況直線下降，已經開始看太醫了。還是溫太醫的法子好，說用篦子梳梳頭可以鬆緩精神，可以睡得好一些。多嘴！誰讓你在皇上面前嚼舌根的？緊接着就是一套綠茶3連。皇上，您別聽他瞎說，臣妾沒事兒，臣妾身體很好。很多人看了這段，只注意到了嬛嬛的高明，卻忽略了浣碧的神助攻。浣碧的話，除了幫甄嬛鞏固了委曲求全的人設之外，其實還有一層更腹黑的理解，就是引導皇上去思考，皇後搞槿汐，導致嬛嬛身心受損，夜不能寐。那麼她腹中的孩子們，以皇上的多疑，很難不聯想到當年婉嬪被皇后刺激早產的事兒。好家伙，原來你表面整頓紀律，實際上是想搞掉朕的侄兒們。這是嬛嬛給皇後挖的第2個坑。談到這裡，皇上心中的性質完全變了，皇後的動機直接從處置違規員工變成了想要謀害皇嗣。老登心疼壞了，直接戳破嬛嬛的偽裝。你還要瞞朕嗎？看你眼下的烏青，就知道你一定沒睡好。你一味委曲求全，嬛嬛還能說啥？只好熟練地開啟賢惠模式。我能再次回到你身邊，已經是上天眷顧了，受點委屈算啥呢？我現在不是為自己，只是為了多年陪伴的槿汐。你看我這個仁慈的風格，是不是有幾分像純元？說到底啊，還是我家槿汐和你家蘇培盛的錯。皇後娘娘手握管理後宮的大權，她若真想要以宮規處置，臣妾也奈何不了，只得聽從。嬛嬛表現得越是順從，越是無奈，皇上就越心疼，於是他主動開槓。他還做不了我的主。事情到這裡已經成功了，皇上主動要求放人，而且他對宜修手握大權已經有些不滿了。但是嬛嬛還要再給宜修挖第3個坑，他假裝站到皇上的對立面，給他設置障礙。皇上，這事兒咱本來就不占理，你可千萬別去找皇後理論呀，不然非吵起來不可。皇上这叛逆勁兒一下就上來了，這種事兒歷朝歷代都有，幹嘛就針對我家蘇妃？太監雖算不得男人，也總是有人的情義，朕又何必如此滅人欲？瞧瞧，端妃傳授的論點現在全用上了。甄嬛一看落實得很到位，又跟着轉變了立場。就是，這本來就是家醜不可外揚。皇後要是識大體，私下處理不就完了嗎？現在鬧得人盡皆知，不是讓全天下看咱們的笑話嗎？事情辦完了，嬛嬛在整個段子活躍一下氛圍。蘇培盛從小就陪在皇上身邊，朝夕相處的時間比我們這些嬪妃還要多。皇上被逗樂了，什麼朝夕相處，連你也磕着邪魔 CP， 你是不是吃醋啦？朕真是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。嬛嬛接梗小能手立刻上線。嬛嬛是女子，肚子裡的是小人儿，皇上既覺得難養，那就不養也罷了。最後以一句“朕哪裡捨得”甜蜜收場。皇上不僅在事情上同意放人，在感情上也和嬛嬛更加親密了。整場對話從家常開始，以玩笑結束，完美閉環，了無痕跡。這波皇後算是滿盤皆輸，嬛嬛是滿分通關。這裡其實是甄嬛第3次利用純元了。第一次是龍月出生，嬛嬛為女兒取名為婉婉，就叫婉婉，就是纯元小字的同音。第2次是龙月生日，她給女兒打造了一個純元周邊同款項圈，用來鞏固皇上的憐愛。去把纯元皇後的那副項圈拿來賜給公主吧。
現在他給自己家槿汐也打上了純元粉絲的標籤，相當於加了一個免死金牌的 buff。甄嬛不僅學會了利用純元保護身邊的人，甚至還反過來拿纯元抹黑皇後。若是今日纯元皇後還在，後宫更會氣象一新。之後，熹妃和皇后之間關於純元的爭夺戰還有很多，我們遇到了再講。現在在皇上心裡，宜修這個親妹妹和她姐姐純元一點都不像，反而甄嬛越來越像白月光，而且这個白月光還和自己是替身這個事兒和解了。她願意主動提起純元，想着純元的好，顯得格外識大體。皇上覺得皇後以前起碼還能擔得起賢德2個字兒，現在呢就會煽動謠言，借刀殺人，謀害皇嗣，他們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。皇上這個心態轉變非常重要，直接決定了熹妃生下雙胞胎之後，皇上毫不猶豫地把洗禮六宮的權力交給了她。熹貴妃出月後，賜協理六宮之權。小崔和小蘇終於各自回到了工作崗位。我們先來看小蘇啊，劫後餘生的蘇培盛端着一碗8分燙的銀耳羹來到了養心殿。蘇培盛從慎刑司出來之後，有3件事情發生了变化。第一，他原本是皇上的貼身大秘，不站隊，但現在他被皇后害了。哎，你可別說這是誤傷，我和女神還被嚴刑拷打了呢。蘇培盛因為這件事兒記恨上了皇後。第二，自己入獄是皇上默許了皇後的操作，雖然最後也是皇上出面寬恕了自己，但是如果沒有熹妃從中運作，結果又會是怎樣呢？這件事情雖然沒有讓蘇培盛直接產生背叛皇上的心，但是這個貼身大秘和他的領導之間第一次產生了信任危機，蘇培盛對皇上的忠心也第一次發生了動搖。第三，他明白皇上疑心自己和永壽宮有所勾結，所以今天見面皇上可能會有所試探，他需要小心應對，盡快恢復皇上對自己的信任。有了這個思想基礎，我們再來看兩人這段高段位拉扯。蘇培盛含淚給皇上行了大禮，表示自己對皇上的感恩。奴才多謝皇上，粉身碎骨難報皇上大恩。皇上老夫老妻一般說：回來了，回來就好，研墨。一場風波過去，老登再次喝上了8分燙的飲料，用上了蘇妃親手磨的墨，生活再次步入了正軌。怎麼樣，聽起來像不像渣男？皇上這些輕鬆的日常吩咐，都是在極力淡化事情的嚴重性，想要把一場政治風波輕描淡寫的翻篇，以此安慰這位受驚的老福。這是一種高明的育人之術。皇上最終選擇寬恕蘇培盛，首先是因為換人成本太高，他需要蘇培盛這個貼身助理。其次，端妃和熹妃的鋪墊，讓他更傾向這是人情而非陰謀。當然啊，這點還是有待考察。而最重要的是，他通過輕拿輕放來彰顯自己的寬仁，同時敲打皇後，不要對甄嬛肚子裡的孩子圖謀不軌。而蘇培盛也在全程配合皇上這種心態，他的後怕、感恩、眼淚都是在表示這不是陰謀，我是真的喜歡槿汐，只是被人發現了拿出來做文章。倆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還是皇上先開了口。我知道你擔心什麼，你放心，你的小崔沒事兒。這事兒畢竟被皇後拿住了把柄，所以朕罰了你們1年的工資，算是堵皇後的嘴。意思是害你的人是皇後，你可不要記恨朕哦。安撫完就開始試探了，這樣的事也不早讓朕知道。意思是你私下和永壽宮交往，怎麼不主動匯報呢？蘇培盛的反應滴水不漏，奴才是怕這樣的事說出來誤了皇上的耳朵。算了，以後別再來往了，沒得再落人口舌。這是一道測試題，他想看看蘇培盛是會乖乖聽話呢，還是……接下來就是蘇妃的答辯時間。他先下跪表示決心，皇上，小崔和我是同鄉，老早就相識了，意思是我和槿汐認識的時間比甄嬛進宮的時間還要早，所以我和她好並不是因為什麼熹妃啊、宮鬥啊、權力啊這些，我和槿汐是真愛。皇上，奴才是當真的。蘇妃的抗旨反而讓皇上放心了。試想，如果皇上一提，你立馬就斷絕往來，那還談什麼真愛？肯定是利益往來啊。所以大家看蘇妃全程一副感恩戴德、哭鼻子抹淚的狀態，都屬於一種表演性感恩，在盡力消解皇上的疑心。好吧，就當朕沒說過這個話，你自己看着辦吧。奴才謝皇上大恩。永壽宮那邊就沒有那麼多彎彎繞繞，槿汐有些手足無措地走回了永壽宮。熹妃呢，挺着大肚子在門口等他。
這個時候，永壽宮院子裡的幾大缸荷花已經變成了菊花。關於永壽宮布置的那些邏輯閉環，我們在116期分析過，新觀眾可以去補一下。同時，這裡擺放的菊花和稍後景仁宮裡的菊花形成了呼應，這些小細節都在呼應時節的變換。夏天過去，秋天來臨，祺貴人放出來了，果郡王快回來了，熹妃要生了。看到瑾熹平安回來，甄嬛眼含熱淚，兩個人互相關心，這就是過命的交情。回来就好，娘娘可好？回来就好，回來就好。甄嬛还特意讓自己的陪嫁丫鬟浣碧親自扶瑾熹回去休息，這是在告訴全後宮，瑾熹的地位絲毫沒有動搖，他依舊是我最看重的人。不過，走出慎刑司對瑾熹來說只是一個開始，他還面臨着一場更大的難關，就是怎麼做人。外面的流言在皇後娘娘的刻意渲染下傳得更難聽了，連瑾熹屋裡搜出來的黃色小圖畫都被掛上了紫禁城熱搜榜，甚至皇后還特意在景仁宮門口安排了一场新聞發布會。這場發布會的目的就是要讓瑾熹和熹妃都身敗名裂，永遠抬不起頭。主持人簡秋開始 Q 流程，娘娘請大家開始吵架。有什麼樣的主子，就有什麼樣的奴才。崔瑾熹是他的心腹，保不定這東西是他自己用來勾引皇上的呢。我要是他，就主仆倆一起躲起來，再不出永寿宮的大門。這每一条 tag 都足以讓一個古代女性社會性死亡。祺貴人更是充當出頭鳥，和熹妃正面硬剛。嫔妾有什麼不是，也只是自己的不是，比不得娘娘身邊的人做出這等沒臉面的事来。可不知是不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啊？如果瑾熹和熹妃真的被這些言論 PUA 了，因此而感到羞愧躲藏，那皇後的計謀就得逞了。但瑾熹他偏不，死都不怕，還怕什麼呢？他選擇在流言最鼎盛的时候挺直腰杆，出現在所有人面前。宫鬥導師對付紫禁城智商洼地，那還不是手拿把掐？他不爭辯醜聞的細節，反過來抓住對方失誤，來了個三連擊。你一個貴人敢對妃位不敬，你本身就失了禮數，不配跟我談是非。然後扒出對方黑歷史，你當初打宮女被罰，難道也是熹妃娘娘這個上級教的嗎？現在是皇上把我放出来的，你卻一個勁兒的在背後嚼舌頭，說我穢亂後宮，你是不是對皇上的做法不滿意呀？你是覺得皇上包庇了我嗎？祺貴人直接啞火，熹妃和瑾熹瞬間控制住了局面。主持人簡秋一看我方撐不住了，趕緊再次出來 Q 流程，皇後娘娘請大家吵完了进來。众人剛坐定，皇後就先冷嘲熱諷一番。喲，今天瑾熹也來了。瑾熹呀，你可是咱們厂老員工了，可別總是到處丟人，讓熹妃多難看呀。面對皇後的挑唆，瑾熹表現出了隱忍順從，但是他眼中閃過了一絲微光，他會牢牢記住皇後送給自己的羞辱，日後加倍奉還。瑾熹這段我覺得特別動人，他全程都散發着自信自強的光芒，就讓我想起當年婉貴人對四阿哥說過的話，大意就是人貴自重，別人如何輕賤你都不要緊，重要的是你自己不能輕賤了自己，那麼來日別人自然也不敢輕賤你分毫。說的就是這個道理。蘇培盛拿着紅枣雪蛤走進永壽宮，表面是奉皇命送溫暖，實際上是來拜碼頭的。不知道大家注意沒啊？這次跟在蘇培盛身後的居然不是小夏子，而是換成了一個臉生的小太監。這裡我有兩個腦洞，一個是小夏子前段時間替師傅頂班累趴了，現在正在家裡補覺呢。另一個腦洞就有點暗黑，就是皇上对蘇培盛還存着點疑心，所以特意塞了個新人過來盯梢。當然啦，往後這個小太監再也沒有出現過，所以以上純屬我瞎猜，僅供大家一樂。蘇培盛進屋後，甄嬛直接賜座，這個舉動就是在告訴小蘇，你永遠是我永壽宮的女婿啊，不是，你永遠是我永壽宮的座上賓，有什麼話咱們都能談。於是兩個受害人默契地把烏拉那拉宜修的大名刻在了復仇名單上。小蘇啊，慎刑司這頓苦頭是誰讓你吃的，你心裡得有數。是啊，景仁宮欺我老無力，我蘇培盛還健在呢，就已經有人不拿我当回事兒了。抱怨两句之後，這個聰明人還是最擔心瑾熹。奴才如今還是回到皇上的身邊，倒也不敢有人說三道四的，只是瑾熹那邊……甄嬛心领神會，直接把窗戶紙捅破。瑾熹會被人說三道四，也是因為他在本宮身邊的緣故。背地裡的污言秽語是誰安排的？
咱們都心知肚明，這件事雖然是你不小心露出馬腳，但這個錯被某人抓住了，借題發揮，要置之死地呢。你要明白，你們能夠毫髮無傷的出來，可不是敌人仁慈，而是我方全力营救的結果。人精蘇培盛立馬会意，奴才一时疏忽，没想到就连带皇后娘娘也上了心，奴才会谨记教训的。这个教训不仅公公要谨记，本宫也会牢牢记住。至此，蘇妃正式加入熹妃戰隊。需要明確的是，這次談話並不代表蘇培盛背叛了皇上。對峙事件最大的後坐力，就是讓原本不站隊的蘇培盛徹底倒向了皇後的對立面。蘇培盛下班回家後，看見槿汐在溫暖的燈下幫自己補衣服，喜悅嘛，那肯定是喜悅的，但他可不捨得讓女神給自己幹粗活，趕緊衝過去要自己來。然後他非常認真地問：“你還好嗎？”“好啊，我好得很。別人越說我不好，我越要過得好。日子是活給自己的。難不成我一脖子吊死，倒遂了他們的心願？”槿汐的回答瞬間讓這個角色光芒萬丈。他真的是這部劇裡面非常有智慧的角色。在甘露寺的時候，甄嬛畫地為牢，是槿汐的一句話讓他打開心房，擁有了人生中最快樂的時光。誰知道來日會是什麼樣子？今時今日遂了自己的心願，讓自己高興了才是最好的。若是為了來日折磨了今日，那才是大大的不值啊！現在他又給咱們上了一課，不要管別人的眼光，生活是自己的。別人越是詆毀你、謾罵你，你就越要活得精彩。而接下來，蘇培盛這個全劇最懂人情世故的人，卻用了一種略顯笨拙，但卻最坦誠的溝通方式。他說：“我知道你當初來找我是為了幫熹妃回宮，不是心甘情願的。那現在外頭流言傳得這麼難聽，不如咱們斷了，不要勉強。”蘇培盛在皇上和熹妃那裡其實都拿到了同意書，但他還是把選擇權交還給了槿汐，這是一種發自內心的尊重。而槿汐也正是在人生低谷期發現了小蘇的真心。在慎刑司那2天，我也算想明白了，為了流言紛擾而傷害一個真正愛護自己的人，才是最大的愚蠢和不值。小崔和小蘇兩個不完美的人，在看清了生活的真相，認清了彼此底色之後，選擇了握緊對方的手，為對時事件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。下一期就要開啟中秋夜宴的新篇章了，雙生子即將落地，熹貴妃霸氣上線，永壽宮全員喜提半年俸祿，小崔被罰的工資瞬間回血。那麼太后到底知不知道孩子不是四大爺的？宜修再次啟用純元療法，效果怎麼樣呢？我是樹懶，我們下期視頻再見啦，拜拜。